你好，我是 Alex 阿力。我们今天的视频来一起看一下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啊。第一就是美国9月的 CPI 的数据公布啊，再次超过预期，但是今天整个金融市场的表现啊却非常的戏剧性，先砸一个大坑，然后呢再往上拉升啊。节目中呢我会主要分析后面加息的预期以及力度。第二部分呢就是马斯克网络带货香水啊，那并且说是支持狗狗币支付，但是呢狗狗币却没有见到拉盘啊，这又是为什么呢？第三部分呢就是原计划1年1度的以太坊开发者大会呢被疫情延误2年之后啊，再度在南美开幕。那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威神在大会上聊了些什么，有没有最新的一些项目可以关注的啊？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中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去的方式。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的内容啊。美国西部时间今天早上5点半的时候 CPI 的数据啊如期出炉啊。9月份 CPI 的数据呢是8.2%，但是呢坏就坏的这个预期呢是8.1%，而前值是8.3%啊，说明已经在下降了，对吧？但是市场呢根本就不理会啊，市场说我不管啊，没达到预期我就往下跳啊。最要命的呢就是核心 CPI 呢是6.6%啊，预期呢是6.5%，前值是6.3%。核心 CPI 呢是去除食品和这个能源之外的消费品和劳务价格的这个指标啊。那这里面反映出来的问题呢就是劳动成本在持续的攀升。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美联储致力呢要降下来这个 CPI 的数据啊，是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失业率攀升。那么目前这个劳动成本的持续的攀升啊，那么说明啊这个美联储还要再持续的加息。所以说啊，市场对11月份加息75个基点啊根本就没有任何疑问了啊，甚至出现11月份会加息100个基点的声音。而且呢所有人都在预期12月份会不会继续大幅度的加息，这才是很多人最担心的啊。所以说整个金融市场在看到数据第一时间就纷纷跳水，但是后来戏剧性的再次出现微型反转，这也是说明啊市场消化这些数据之后做出了一些理性的判断，短期抄底的人啊开始进场了。今天还有人在推特上贴出来美联储议息会议，很多美联储官员表示12月份可能呢就只加50个基点了，这才稳定住了市场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微型反转也是多空双爆的一天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在重要数据公布的紧要关头之前不要轻易碰合约。那从目前美联储的态度来看啊，11月份呢要加息75个基点啊，这个概率是非常高，接近了100%。那12月份是50个基点了，依然符合市场的预期，但是前提条件是这中间呢不能再出现任何的更大的类似于黑天鹅的事件啊。美联储应该也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单纯的加息很难将高昂的通胀数据降下来。关于这一点我在往期的视频里面也多次强调啊，粮食和石油最关键的2个物资因为俄乌战争而价格飞涨，俄乌战争一天不停，通胀呢就一天降不下来。而最搞笑的是啊，美国极有可能是俄乌战争的受益者，那既然是受益者也势必是不反对的。那到底这些事情背后是怎么玩的呢？我们不用费心思去关心啊，只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和投资就可以了。希望大家仍然按照之前我们聊过的定投的方式去定投比特币啊，以及不要放弃持续的学习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近2天马斯克带单的这个香水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啊，他自己的这个 Boring无聊公司推出来了一款香水，这个名字呢叫做烧掉的头发，味道呢也是烧掉的头发的味道啊，非常的另类，也非常的符合马斯克一贯的尿性啊。然后呢这哥们儿呢就开始在推特上开始带货了啊，并说支持狗狗币支付，每一瓶呢卖$100啊。我自己就动手点开网站看了一眼，并没有发现狗狗币的支付的通道。这一次的喊单跟之前的特斯拉周边产品支持狗币支付不同的是啊，这一次极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消费狗狗币的支持者，而且马斯克说希望大家都要来买这个香水啊，这样的话他才能有钱去买推特啊。我只能说马斯克太会玩网络了。那这里面的逻辑呢也是非常清晰的，你支持狗狗币对吧？那你就快来买我的香水，我卖的香水越多，我能够
买下来推特的钱呢就越多，等我买下推特，我就会让推特支持狗狗币支付，这样狗狗币就会上涨，大家就会跟着获利。很多支持狗狗币的朋友手里都有大量的狗狗币啊，但是呢，这一次我希望大家不要跟风去买这个香水啊，因为这一次真的不支持狗狗币支付啊，而且呢，目前这个狗狗币的价格太低了，用狗狗币买任何的产品都是不划算的啊，要买呢也是要等到下轮牛市再去买，而不是现在。我个人依然觉得熊市期间喊单拉盘呢是非常的吃力不讨好的，所以马斯克呢也并不是真的在喊单，这些表现呢跟我之前聊到的有关狗狗币在熊市期间的表现呢是一致的。我们目前阶段呢仍然要把关注的重点呢放在比特币这里，什么时候底部稳定了，什么时候才是真正发力的时候啊。那么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传言要送1枚实体狗狗币到月球这件事我们都还记着呢，那看看12月份会不会发生吧啊，我们拭目以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已经连续开了好几天的这个以太坊DevCon 6的进展的情况啊。原计划是1年1度的以太坊开发者的大会啊，上一次呢是3年前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由于疫情的原因，第6届呢就一直呢推迟到现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啊。而波哥大作为拉美最活跃和最受欢迎的城市之一，吸引到了众多新地区的开发者以及行业从业者加入了这场盛会当中啊。那么自然也少不了Vitalik威神啊。威神呢在大会中啊再次向大家介绍了以太坊啊，说以太坊呢是一个通用的区块链的平台，相比一般的区块链网络的抗审查，避免依赖中心化的各方，能促进互不信任的人之间的互动，以及提高公开性和透明度等。那通用的区块链平台还能在不同类型的应用之间创建更强大的网络效应啊，并不断降低进入门槛，这最终呢比创作者最初想象的要有用的多。那接着呢就是一顿科普以太坊的技术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原文演讲的 PPT， 网上呢都有了，但是重要的信息我们一定要讲啊。威神这一次重点提到了这个零知识证明啊，并且跟很多大佬一起讨论了零知识证明，甚至有人说啊，未来会有人因为研究零知识证明而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啊。那 DeFi 的创始人明道说啊，对比 DevCon 5和 DevCon 6，跑赢 ETH 的 DeFi 的项目几乎为零啊。这一次这个波哥大的 DevCon 6和上一次大阪的 DevCon 5刚好呢是3年完整跳过整个疫情啊。上一次呢是处于熊市的尾巴，离 DeFi这个夏天呢还有9个月的时间，那这一次呢也是处于熊市，已经熊了快1年了。今天呢虽然只是前奏，但基本上体现出来了整体话题的热度啊，到处都是在 Zero Knowledge， 就是零知识证明啊。Polygon 的会场还直接上了这个 Zero Knowledge Proof 的这个 coding 啊，一行行的去卷这个代码。但是明道呢再一次强调啊，上一次以太坊的价格才$100多，现在很多 DeFi 的币的价格呢还不如3年前，所以说跑赢以太坊的几乎是没有啊。那么我们这里也都看到了啊，很多朋友都在讨论零知识证明啊 Zkey 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多看一看有关零知识证明的项目啊，下轮牛市很有可能会爆发。那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啊，并打开这个小铃铛啊。好，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